上，水果稻花香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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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0里路发出冠平安，8000小小雨歇，8000里路海望眼，8000仰天长啸，8000里路壮怀激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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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怀激烈。作为罗店人，我代表父老乡亲们，向张旅长、向您、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，谢谢。吴律师，应该是我道谢才对。黄老，我这找你好半天，你在这儿呢啊！这兄弟们打了一身的痛，我给你留了个托底费，晚上咱好好打打牙祭啊！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，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。我要是把你供出去，你说不得1000大洋，也得得600吧？啊！你相信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，没人愿意见到我。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，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，人家要喝酒庆祝呢。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，就这么回来挡人路。刘排长，你告诉我，人家愿意见我吗？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！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，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，天天做饭喂马，你也不提走的事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？141，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？你是要申冤还是报仇啊？翻案。怎么办？问话呢？怎么翻？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，你跟我说说，我给你盘着盘着，啊！兄弟们，赶紧进屋吃到兔子去，别干了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什么情况？你说。
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，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，还被关到个马厩里。在这之前，副师长廖凤年跟我见过，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为什么当初我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长孙怀义，他不说是，他也不说不是，模棱两可的，就等不到电话就去，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。结果呢，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。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，上峰已经下了撤退令，我们本就该走，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，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。我们旅6000兄弟，本来可以奉命撤退的，结果死守白家寨，全都牺牲了。最后怎么了？还有背上逃兵的骂名，最公平。看你啊，我怎么越听越来气？这都啥事儿啊？所以我得找到卢云。卢云是谁？孙怀义的师参谋长，找到他，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。拿到撤退令，就能证明我们87里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，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。你的意思，找到卢云就有可能解决问题？对。他万一不承认呢？他是我兄弟，承不承认，我得赌他一回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必须赌一回。我这帮兄弟啊，打仗不行，包打这个赢。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。哼，我说啊，我帮你一忙，你也帮我一忙呗。什么忙？你说。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。什么意思？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算命先生说了，我这条命啊，只能在部队里才不死，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。我也要升官发财。过去我没办法，现在有你在，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？你毕竟是个少将旅长。再说了，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，一想起这事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期，这打的什么仗？半年了，一点补给都没有，还被严老七给赶到这儿来，这是打鬼子吗？这是白白送死。所以说，无论如何，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地府少死几头。行，我帮你，但我要走的话，你不能拦我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，咱俩一言为定。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听啊。娘，要多少啊2腰子，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。做饭呢？啊？锁了，连外面水管都锁了。我这个正好做好了，在我这吃口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谢谢景娘娘。正吃着呢。好好。好吃。小猫在哪？小毛头饿累了，在楼上啃手指头呢。有鸡有鱼有粉丝，吃挺全乎，热火朝天的。有我的筷子吗？有。来，大嫂，
淑媛，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？这盐咸醋酸的手艺，还是比不上万福。哎，你俩别站着呀，坐下一块儿吃。啊。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瓶的鱼藻图，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法兰西座钟，你们都收哪了？太好，嫂子，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，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。去年呢，我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有人来收古董，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。那人挺懂行的啊，您猜猜才卖多少钱？20、30块钱。您要的话，我给你。好啊，那你给我。最近手头紧，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，想着给大嫂啊。哎，我下个月发了钱我就。20、30块钱也手头紧，那你这账管得也不怎么样啊。你在我们家帮着忙，帮的也不行，那这样，也就不劳烦你们2位了。从下个月起，这个房租我来收。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，那我就有点怕。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？那我倒想问问，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的？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，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？这房子是我的，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了？那你叫他一声，他能应你吗？不是，你这是有点孩子气了，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孩子气。这答应不答应的呢？律师会替我答应。律师？大嫂，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？有必要啊，当然有必要了，可太有必要了。大嫂，你这刚来到上海，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。咱一家人，你说有什么事儿，你找我，找淑媛，咱们都好商量。上海说律师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有条有理，无法无天。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？有金条才有理，没法币就没有天。咱自己家的事，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，岂不是家丑的外扬了？可是，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呀。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水龙头怎么给锁了？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连火都点不着。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这些瓶瓶罐罐收的，哎呦，这防我防的呀！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？你锁的？啊，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？你们是不知道，哎，对门这唱越剧的，把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，一拧开就不关上了，一点都不心疼。楼上跑单帮的，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，光被我逮着，他们都甜面酱不止2回了啊！那我不得防着点儿？那你防他们可以，你不能防大嫂呀。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？不是，这又不算事儿，我倒着给他们打开吧。你赶紧给打开啊！大嫂，一场误会一场误会，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，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。淑媛，你真的是……吴坚章律师，你们听说过吗？知道啊。明天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，替我申请补办地契。啊？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是武律师不可能，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？都不可能。这房子啊，就应该是大爹的。李淑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儿的。大嫂，我要不是央行事情太多了，实在是没腾多功夫。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。哎，
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？哈同事务所的武律师。哦，那是咱们上海赫有名的大律师哎，找他办就找对了。哎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舒然，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。我还有个小毛桶米粥。大嫂，你要是有脏东西。快去给开水龙头啊！哎，起开！武建章，哈同律师所。最近10天收容的难民都在这儿呢，你自己找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大娘，我跟你小碗粥啊！快来人啊！有人晕倒了！你干什么？慢点，慢点，小朋友。会王，会王，连起来。中国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中国不会。我可算找着你了，小子了！日后杀！说什么呢，太爷？杀！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，您怎么不回家呀？啊！行。茫茫神州，铁蹄践踏，何以为家呀？太爷，您说什么呢？您他是擅长检视车送回来的，说是被打晕了，躺在路边，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。他脑子时好时坏的，一会儿说家在上海，一会儿南京，一会儿海文，又说在武汉。太爷，那刘嫂呢？贺服陈州，卧薪尝胆，3000越甲，可吞吴。哦，哎，太爷，太爷，您听我说，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，一个大胖小子。太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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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这样，咱先回家吧。您行李呢？箱子我帮你拿着，箱子呢？
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，腰里就别了本破书。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。啥都没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没完。啊，宝贝，宝贝呀！外婆，哎，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你认出我来了？对，我就是外婆，我就是外婆。当然是万福。你不万福谁万福啊？我就是外婆，我就是外婆，大爷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回家。快！哎，走。谢谢。哎，太爷，咱可不能这么回家，我得先带你去澡堂子。您好。啊，丁女士，您先坐，我下午开个庭。武律师不在吗？武律师回老家了。哦，您的事儿啊，武律师帮您问了。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，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，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。那我们的地契丢了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？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。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。丁女士，您先别急，武律师忙完家里的事，会很快回来的。他也让我转告您，实在是对不起，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明白了，那就不打扰了，替我谢谢武律师。那我就不送了，我这边。各位老乡啊，书馆写的香不要着急回家，来我这儿喝杯热乎的红糖水，既保暖又补血啊！哎，缺钱吗？血可以换钱，老乡。这个血这么吓人吗？头次来吧，我就害怕了。我来钱快，来钱快啊！你看，就那个就是血耗子，你看来钱是真快啊，每笔他抽3成呢。妈呀！这就这儿的规矩，怎么咱还能不抽啊？抽完了欠了4万块钱。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的呢。兄弟，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有姐俩老来2个月抽了5次，每次都是400 cc 呀。结果最后一次，那个妹妹抽完了血倒地上就死了。这位太太，养孩子很费钱吧？血可以换钱。哎，缺钱吗？多少钱？8块。8块呀？多少钱？啊，我得排队去。大嫂，可以吃饭了啊！哎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都忙活完了。
小毛头呢？啊，睡了。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、无锡三白，只可惜最近吧，季节也不对，时局又乱，物资短缺的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，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。你要不就将就将就，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，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。谢谢你啊，淑媛，辛苦了。没事。云奇呢？还没回来，要不等他一起吃？他呀，不知道他野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。没事儿，他就爱吃剩的，咱先吃啊，不管他。谢谢。下到娃娃们，弄你个迷毛伞。回来啦！哎，大嫂，哇，真是硬菜啊！你看看，都是大嫂爱吃的，这不给她调调身子吗？啊。哎，我想起来，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？怎么样了呀？对啊，大嫂，事办得顺利吗？蛮顺利的呀。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，那买卖双方啊、房屋面积啊、地址、保人，连投税契都已经找到了。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。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，太好了呀！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，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。还要再拖几个月？张云奇，你出去兜了一圈，招了什么脏东西啊？撒什么疯啊？对不起，大嫂。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这话谁说的？蒋委员长的口号。但咱们张家呢？渔樵耕读，诗礼传家，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，薪火相传。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，吃糠咽菜，咱们这一桌子鱼肉。作为中国人，我这良心上过不去，所以这以后这鱼啊，就不要再做了。我张云奇，你李淑媛，当然大嫂你也是，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，我们呢要以身作则，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。哎，侬脑子瓦特啦！不是你跟我说的，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，要好好补身体。再说了，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，在吃奶，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？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。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，我是有我的道理的。大嫂，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：今天你的那些事情，是在哈腾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？不然呢？不是不然呢，是我知道所以然的。吴律师的岳父贵恙在身，他根本就没有上班。我也是路过这个哈腾事务所，我朋友告诉我的。哟，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武律师，把大嫂骗了？哎，乱讲！怎么会有人冒充武律师？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大嫂忙活半天，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。张云奇，你跟踪我？大嫂，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？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，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。哎，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，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，说白了就一句话：默认现状。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，我这都记得。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，可以申请地契。看，这人家说得很清楚，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。你看，这个洋行的木箱里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地契找不着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，这个木箱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，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。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，
部高里72号。对，72号。Miss 谁？沈小姐，她那个房子更奇怪，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。她怎么办？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。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，大 house 里面那住的瓦的里的。我说呢啊，汤嘛汤不让碰，鱼不让摘，还什么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，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！是。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，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、嘘寒问暖、拉拉扯扯，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。赵云奇，我是你嫂子啊，赵云奇，你怎么做得出来的？撕破脸了是吧？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？我知道你是我嫂子。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呐，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呀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它寸步难行。我这手里它有法理。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。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，谁是房东，一目了然呀。我是房东不是房东，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？你干什么啊？哎，大嫂，这话您就说对了。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。云奇，这鱼咱俩吃啊，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。你怎么说话的你啊？鱼可以不吃，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！谁要吃鱼啊？哪条狗要吃鱼啊？你小子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了，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？巨人李8号，我回来了，大爷。大爹，你回来了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鱼。一家啊！爹，你回来了！受委屈了你。你去哪儿了呀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别哭，别哭，还我挺好的，我回来了就好。行了，太爷，回来了，上座吧。哦，回家了，回家。回家了。我跟外婆一直都在找您。爹，刘嫂呢？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？夫人，太爷啊，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，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，啊，但是啊，我们太爷运气好，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，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。这不，太爷刚刚大好，就准备回来，你说巧不巧？我去医院送包子，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，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刚刚啊，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，咱太爷啊，一定是福大命大，吉星之相，遭了这么大的难啊！不但人没事儿，你看，而且这钱啊、地契全都回来了，而且全虚全影儿，是吧，太爷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嘿嘿嘿，大爹，我就说呢，大爹宅心仁厚，这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。是，给太爷请安了啊！哎，谁动我的中堂了啊？大爹，谁呀？我打扫卫生，把中堂先请过去，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。你是谁呀？啊，这端鱼的是谁呀？他们是谁？哎，太爷，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？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。你是云奇？我是云奇，张云奇。张云奇，我的那个好侄儿。大爹，你终于认出来我了，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，大爹。
你还记不记得？你上我小时候，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鸡屎呢，我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太爷啊，您忘了，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。我不是跟你说，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。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。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。不是哪样啊？现在太爷回来了，第一，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，是吧，侄儿？是大爹。第二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，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，马上给你送过来，是吧，大侄儿？是这么回事儿？是这么回事，大爹。哎，一天乌云散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。太爷，太爷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哎呦，这急吃白脸的蒸的就是这条鱼啊！太爷，我看啊，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，因为啊，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。就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，大侄媳妇儿？当然。是吧，大侄儿？确实是你大侄儿。大侄儿，大爹，鱼凉了吃腥气了，我去给您热下。汤我也给您热下。我要吃鸭子，还要辣油，都有。爹，你上楼去，我带你看样东西啊。我跟你说声。对，太爷，快上楼，上楼，上楼。好。哎，这是云奎的孩子啊。是您的孙子，爹。我有孙子了。哟，给孩子起名字了吗？云奎一直都说，名字得让您来起。好，我起。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，问汝云月静，云奎呢是云字辈儿，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。我想想啊，谁无暴风尽雨时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叫他月明可否？守得云开见。爹，月明好听。月明。云奎，你的儿子叫月明。月明啊。张月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哎，你小子有名字了啊！月明，月明，月明。刘嫂，刘嫂。哎，太爷，你叫刘嫂干嘛呀？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2层抽屉里啊，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啊，让他拿来。刘嫂，太爷，刘嫂走了，刘嫂回乡下了，你忘了？回乡下了啊？怎么没跟我辞别呀？那个太爷，刘嫂跟您请辞了，您同意了，您不同意，她哪敢回去啊？是吧？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这脑子怎么越来越糊涂了？不过月明没事啊，没事。你看，爷爷这还有，看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，啊。哎呀，月明，月明。
爷这是怎么了？好孩子，嗯。我刚刚在楼下，是骗他们2口子。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。难民所？我找着太爷的时候，他胡子拉碴的，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，说话糊里糊涂的，一看就是吃了大苦，遭了大罪了。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，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。医生说，太爷脑子受了重击，而且精神受了刺激，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。但是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只要太爷好好养着，不要让他再受刺激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箱子我也没见过。我找着太爷的时候，太爷身上的钱、地契，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，估计是被人抢了。我一想，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，让那2口子看见了，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？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梯级钱，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，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，我就带太爷洗了澡、看了病，办了这身行头，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，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。你把这拿着，等太爷清醒点了，你再给他。你花了多少钱？你记下来，我有钱就还给你。这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我就是提醒你，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，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，把房租要回来，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？也是的。那个，就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啊？